我们想通过这个演示来说明我们的视觉功能技术以及它是如何直接反映物质世界的。该视觉功能技能是我们的工程师开发的一项观察人体、DNA、细胞以及器官辐射的技术。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想利用物理学家观察辐射的技术来解释。这套设备被称为云视，法国物理学家们用其观察较大带电辐射粒子。他们展示了设备是如何设置的。在底部玻璃上涂一层液态酒精，下面有一个制冷系统。将一块铀矿石、沥青铀矿放在玻璃板上，再用酒精密封盖子，而后放于顶部。最后插上电源，将温度控制在零下40摄氏度，然后用 LED 灯将其照亮。这个温度正好是酒精的凝结点，这意味着整个空间都被浓重的酒精蒸汽充斥着。当铀自然衰变时，带电的辐射粒子从矿石中释放出来，然后与乙醇，主要是看不见的蒸汽，相互作用，冷凝成可见的液滴，将平时隐形的路径显形。这辐射释放的过程与在我们这里经过训练后的工程师所观察到的相似。除了这种动态和路径，我们还能观察到不同的颜色、密度和磁场。特别就铀矿石而言，我们主要观察到的是强烈的、波动的个性特征、逻辑、心态和情绪。这些特征是代表着自我的极端保护，因此很容易将他人视为威胁，把事情夸大。当得不到心爱之物，就会绝望，甚至歇斯底里的发泄，想要惩罚和歼灭他人。这些特征非常不稳定，具有放射性，一如它的实质物理状况，因此它的衰变过程非常活跃，释放出 alpha 粒子，其终极物理形态为碘。正如大家所知，暴露在大量辐射下会出现灼伤、细胞突变和癌症的情况。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些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的人。其实，所有的元素，所有的物质，不仅仅是那些放射性元素，都会慢慢衰变。正如你在这个大云室中看到的，大气中的辐射无处不在，因此我们必定会受影响。我们的 DNA 也具有相似的内在逻辑、个性特征，这些特征也会在我们的细胞和器官中发出微弱的辐射，因此我们很容易暴露在自己的辐射下。个性特征和情绪越强烈，越不稳定，越易反应，辐射就越多，由内而外的燃烧我们，导致细胞突变。周围所有的辐射都会影响我们，居住环境和接触的人也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并且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不良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改善自己的身心状况，我们需要找到其本源，那就是我们固有的个性、逻辑、心态和情绪。